各位朋友，打日本还是打台湾，这是个问题啊！我以前给大伙说过，我说其实呢，我建议呢先打日本，因为你打台湾的时候呢，日本和美国呢大概率的为了他这个面子，他也要参与，是吧？那个时候你与其是三个一块揍，你还不如现在揍日本呢。那美国如果参与，连美国一块揍，反正台湾不会这个时候找死吧？是吧？那你解决了日本问题以后，台湾呢就自然也就解决了啊。国师审议呢他说这个日本很容易解决，其实用这招就先灭了日本。最近呢，我也看中国政府呢已经基本上不叫冲绳这个地名了，说到周边都说是琉球群岛了，因为琉球本来就是美国这个托管给日本的，没有经过这个国际法的确认，琉球本来就不是日本的，中国现在已经准备打琉球牌了，是不是？是这意思吧？所以国师审议说用一招，中国就先灭了日本。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跟伊朗的打成这个样子，在相当程度上验证了美国的军事实力正处于相对衰退阶段的这么一种判断。同时它传递出的信号非常清晰，就是在短期用存量的高精确武器然后进行一次短促突击，美国这种能力是有的，但是在中期，美国的库存不支撑一场中高烈度的持续性的地区冲突，这个判断应该也已经被坐实。总体上来看，这会让大陆在处理两岸关系上面，尤其是在处理两岸关系是不是美国要做军事介入这个问题上面，会变得更加的自信。这种自信已经不是对自己实力成长的这样一种自信，而是说他终于看到了这个对手他的真实的实力究竟到了哪一步。因为你很难说美国在对伊朗的进行军事打击的时候他是留了手的，他基本上把手上能够用的东西都用出去，都打出去了，而且一开始给出的对伊朗的目标，包括对于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对伊朗的空袭，把德黑兰边上的这个石油基础设施炸了，整个德黑兰笼罩在一片黑色的烟雾当中，就它的打击范围是不留余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你都打成了这样的效果，我对你美国的真实实力会变得更加的自信，而且也会更加的确信，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时间对中国大陆是有利的。我觉得这是第一。第二，对于岛内台湾的民众来讲，或者包括美国，现在是美国公开支持中国和平统一代价最低的时候，也是台湾岛内民众主动过来和大陆去谈和平统一如何推进收益最高的时候。我直白的说，岛内的要价空间还在，但是岛内应该看到一个非常明确的现实，就是什么？那个所谓台独，你们自己都知道搞不定。无限期维持现状，永久维持现状，无限期拖延现状，这三种场景都不成立，游戏结束了。就这个所谓的现状，所谓的可以无限期的拖延下去，或者有的人所谓的台湾不独大陆不武，其实就是什么？后面的潜台词是动了武之后美国会介入，你大陆也讨不了好。这个假设不成立，这个假设已经彻底不成立了。但
这个不成立，不是我说不成立就不成立。台湾老百姓、岛内的民众、岛内的政治人物，你自己要想通。你自己要想通，为什么说现在是岛内过来谈和平统一条件最好的时候、最有利的时候？因为你还有讨价还价的空间。大陆是几条腿走路，2条腿同步向前去推，统一是没得选的。就像这个正当时讲的嘛，以前有人认为台湾的前途是3选1：独立、统一、维持现状。现在叫做1选2，只有统一，但是你可以选合统还是武统。然后大陆最新的认识和理解，正当时昨天写过一篇文章，还是谁，就网民有过一句话叫大陆武统条件成熟之时，就是合统开始之日。我们讲和平统一，不是说完全把武力排除在外，我跪在地上无条件的讨好你，无原则的讨好你，哀求你用一种施舍的方式去实现统一。我们的这种统一是北平模式的再现。当年傅作义北平，他不叫战场起义，那叫战场交接什么随便你。之所以能够北平免受战火的破坏，因为他的35军在张家口被歼灭，因为陈长捷在天津准备守3个月以上的29个小时被歼灭，所以才有了北平的和平起义。台湾的民众，你如果足够的有智慧，那你就不要等到真的这边已经开始动手了，再开始讨论和平统一的问题。你当然应该现在主动的过来谈和平的统一。很简单，台湾的民众能不能用行动去惩戒那些把台独作为自己政治主张的政治人物，让他在岛内选举当中选不上，把他选下来。你不用说啊，你让他们落选就可以了。大陆就会理解，这就是台湾民众给出的信号，这是正向反馈啊。没有这些正向反馈，你让大陆怎么看岛内？就是我释放出各种善意，你都在那儿白嫖，占我的便宜，然后没有任何正面反馈，那我为什么要无限制、无原则的拖下去呢？所以我们现在几条腿走路，以及第3，除了美国那边那件事情之外，日本跟菲律宾到台湾岛边上的海域去划专属经济区，民进党什么态度，共产党什么态度，台湾民众可以仔细的看一看，谁在捍卫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的合法权益，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了。台湾岛内的民进党为了实现自己的台独主张，甚至不惜把台湾岛边上的海洋权益出卖给菲律宾，这种已经不是叫做以美谋独，这个叫做卖台谋独。我说句不好听的，就跟伪满洲国那帮人为了复辟他们那套东西，宁可跟日本人合作，没区别，没区别。大家要看清楚这种人的嘴脸，在岛内用你们的行动给这种人以政治上的教训，给大陆
以正向的反馈。因为记住，统一这件事情对大陆来说是没得选的，但是用什么方式统一，台湾岛内民众是可以选的。大陆的善意表现在今天的实力对比下，我们仍然在坚持和平统一，这就是最大的诚意跟善意。但是我们在推进统一的过程当中不会有任何的停留。比如说台湾岛的东面，因为你岛内当局没有办法去捍卫，这地方是中国的，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你没有能力去捍卫在你能力范围内的事情，你连最基本的动作都没有，那我带你做了。而这一步跨出去之后，我是不会再回来的，我就开始把这个地方开始管起来了，我就开始实质性的去行使我的权利。这是一种新的统一方式，叫什么？叫实质统一，叫实质统一。最早台湾岛那边钓鱼岛那边的事情，你岛内也是要说得上话的。后来你解决不了护渔的问题，你面对日本对中国渔民，我说的是中国台湾的渔民的无端的这种压制，这种权利的侵害，你没有办法维护他的权益，我们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管了。然后所谓的台海中线，我们也没有主动的去搞什么事儿，你搞事儿，在蔡英文任内，你把佩洛西招来了，不好意思，台海中线没了。现在日本跟菲律宾亲门踏户，你半句话都不讲，面子上的功夫都不做，那不好意思，台东我管上了，整个包起来了呀，开始执行我的海洋权益。这就是站在民族大义的份上，我不会跟你去说啊，因为你要在背后蛐我吐我口水，我就怎么样怎么样，不管的，我直接先拿过来了。然后在这个问题上，我看岛内民众看得很清楚，对于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那个地方是台湾的权益，那地方是中国的权益，大陆是在维护中国的权益，看得非常清楚。但是民进党当局在那背后背刺大陆。我知道要台湾老百姓一下子承认统一，可能很多人心理上有弯转不过来，没问题啊，先从反对台独开始啊，先从反对台独开始，先表达对于统一的意向开始啊。别忘了，根据台湾岛内现行的法律体系，两岸仍然同属一个中国啊，也不支持台独的。中东地区，美国对上伊朗打成这个样子，这就是台独用来忽悠台湾民众支持的最大的助力。美国是这个样子，台湾岛内民众可以仔细的想想。当然我估计大概再过1-2个月，台湾岛内民众在这个问题上会看到另一个例子，日本。从今年1月份开始，过完年开始，中国大陆对于日本的两用物项管制一直持续到现在，已经快要接近半年，就是6个月的时间。一般认为那些被制裁的企业大体上都有半年，就是6个月左右的备货。到6月底7月开始，这些企业陆陆续续库存就要见底。那么他们有3个选择，第一个，他们可以选择停产；第二个，他们要寻找替代性的来源，目前来看找不到；第三，他要修复跟中国的关系，让中国取消对他的制裁。而修复与中国的关系，中国给出的条件就是撤回高市早苗正式的
以政府的行为去撤回高市早苗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表态，就是撤回他对于台独的支持。那么到时候台湾岛内民众就可以看看，你们有一部分人寄予厚望的台独最大的也是最近的靠山日本、中国大陆不发一枪一弹，就靠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迫使日本改变自己的言论和行动。这同样是实力的展示，这种实力的展示就告诉你说，这个问题将来解决的时候，你们的那个算计能不能成功。我相信台湾岛内民众都是聪明人，尤其是那些被围在台独边上的，很多人认为他很聪明，他能看到台湾别人看不到的台湾的特殊的优势，构建那个台湾的方程式，他要给出自己各种各样的理由。这些理由说一千道一万，无非就是日本跟美国会过来支持台湾，然后有了他们的支持就不用怕大陆。那你就看，第一，美国在那儿陆权，收拾不了伊朗的美国能收拾得了中国大陆？你可以去对比一下中国和伊朗。第二，你相信日本那行，大陆都没有对日本动武，大陆就通过管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6个月的时间，把日本摁到地上。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日本在开打的时候能指望得上？第三，大陆现在对日本传递出的信号，远比大陆对于台湾传递出的信号要更加的强烈。我们是做好用各种方式让日本去履行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准备的。这个准备里面跟台湾密切相关的就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越来越明确的使用琉球而不是冲绳去称呼台湾周边邻近的那堆岛屿。日本对于琉球是没有主权的。对，这个是跟台湾问题解决直接关联在一起的。为什么？我们不会容忍日本通过非法窃取琉球的方式，把军事基地、把武装部队放在离台湾岛只有几百公里的地方，只有100多公里的地方，我们是不接受的。因为那样一来的话，对我们构成一种国家安全的威胁。整个地缘政治局势的演进趋势是非常明确的，方向也是非常明确的。对于台湾岛内的民众来说，需要想清楚的就是一个问题：你越早过来跟大陆谈和平统一，你的开价、你的条件、你所要的那些东西保存的就可能越全。至于你想要什么没关系，技术性条款写下来大家谈，大家谈，但是前提是你认可一个中国。你看到现在为止大陆设的题目前提然是一个中国92共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个条件基本上已经宽的不能再宽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低的门槛。在这个低门槛下，你如果不进来，错过了这个机会，后面再发生什么事情，实话实说，你真的不能怪大陆，对吧？尤其是现在你看，有的时候历史也是，他不说我不需要你等到中国大陆跟美国在台湾海峡迎头相撞才来告诉你说美国的实力已经衰退了，我让美国到伊朗去打一架，然后给你看美国打伊朗已经打成这个样子了。我也看到岛内那些在这方面有认知，同时自己还保持基本良知的那些分析评论人士，都会很明确的得出这样的结论：你美国打伊朗打成这个样子，你哪来的自信说你打中国？你根本不可能吧。所以这件事情
台湾岛内民众一定要叫做抓住历史给出的窗口，做出正确的选择。沈毅还劝台湾呢抓住最后的机会和大陆去谈统一，如果现在不谈的话，等中国灭了日本的话，那个时候如果武统台湾的话，那就真的没得谈了，对吧？那现在谈还能要个价，我明白沈毅他的意思啊，但是我个人并没有这么的乐观吧啊，我个人认为中国真的要做好一切万全的准备，防止日本的狗急跳墙式的偷袭呀。我感觉日本只要敢对中国发动突袭，那一定是在军事等各方面做好了准备。届时，只要是日本导弹能打到的地方，各重要军事基地和重要工业、民生设施会遭到袭击，是否会重创不敢妄断。说白了，日本要是真敢对中国动手突袭，那一定是盘算了很久，在军事和电子战层面都自以为做足了准备，才敢亮獠牙。到时候，只要他的导弹够得着，沿海重要军事基地、枢纽机场、炼油厂、电网节点，甚至大型民生设施都可能被列为首要目标。至于能不能打成重创，我不敢妄断，但这种把赌注全压在先手偷袭上的战争思维，值得我们认认真真掰开来讲。我感觉到现在很多网友聊到偷袭，第一反应就是导弹一竖起来，卫星不就看见了吗？怎么可能偷袭成功？这话放在20年前的教科书里或许成立，但放到今天的高烈度对抗场景就有点天真了。假如日本的第一波攻击根本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炸弹和导弹，而是先动用部署在西南诸岛的电子战部队、网络攻击小组和卫星干扰装置，同步对我沿海远程预警雷达实施压制致盲，对我方指挥通信链路、北斗民用增强站和部分海底光缆接入点发动高强度阻塞式干扰，你的监视屏幕短暂雪花，让前沿雷达站几分钟内失联。这时候再发射车载发射的改进型12式或对陆战斧巡航导弹沿低空掠海突防打预定坐标。你告诉我这时候怎么防？这不是我凭空吓唬人。美日多次联合演习里，先软后硬，先致盲后打击，本来就是标准想定。日本买那么多电子战装备和网络战预算，绝不是摆着看的。往深一层说，我们当下硬实力摆在这家门口，谁敢挑事？真正的考验从来不是该不该先开枪这种书面讨论，而是你想怎么干，敢不敢有那份说打就打，说还就还的狠劲。我总觉得一个国家被人摸透，你永远不打第一枪，且处处顾忌国际舆论，顾忌西方媒体抹黑，顾忌违反某条他自己都不遵守的国际法，对手反而容易把你克制当软弱来利用。中国千万别被所谓仁义、道德、国际法捆死手脚，敌人真动手时不会跟你讲这些，只管先致盲你，先砸你跑道和指挥中心，等你反应过来再找理由向世界宣布是误判，是自卫。再说了，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的底线思维就得是我可以永远不先挑事，但我的反制预案、报复烈度和出手意志必须让对方在算账时清楚知道，偷袭的代价是他承受不起的灭顶之灾。而且我看有些分析认为，日本列岛无战略纵深，导弹库存有限，过度依赖美军体系，单独对华发动饱和偷袭成功率趋近于0。这判断从体系对抗角度没问题，但咱也不能走另一个极端，觉得对方绝对偷袭不了，就放松警惕。现在混合战争里，哪怕只是局部得逞的软杀伤，比如让你沿海某空军基地雷达黑屏15分钟，让某个油品储备罐被命中，对某些政客来说就已经算战果，拿来煽动国内情绪了。所以与其争论偷袭可不可能，不如盯着他的远程导弹部署进度、电子战部队换装情况和美日数据共享深度，该补的盲区补上，该冗余备份的链路多做几套，让对手明白我们的感知网是多重嵌套的。你致盲一层还有一层。各位，我的这个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吧？日本这个民族的这个个性，你就知道他们是属于赌徒。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赌国运。如果真如沈毅所说的中国利用这个稀土出口就能卡死日本的话，那日本临死之前他必然要赌啊，对吧？你现在日本搞的那些导弹，它这个上千枚导弹就朝着你中国的沿海地区不分青红皂白的目标就砸过去了，那中国真的全部都能拦得住吗？
在这种现代化的战争情况下，对吧？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还不如中国先对日本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呢。你们说呢？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